你明明能直接靠吸收妖气修成大帝，却偏偏生在妖兽无法靠近的蜀山道门，而没有掌门命令，所有弟子都不得下山。正当你觉得此生无缘成为大帝之时，师兄弟们竟然诬陷你背叛宗门，将你关入了妖兽横行的锁妖塔。此刻蜀山大殿内，你跪在殿前，父亲，连你也不信我吗？那些以往称兄道弟的师兄弟们纷纷高呼，请掌门废除少宗主的身份，并散尽修为押入锁妖塔。宗主父亲碍于戒备森严的门规，只能无奈照做。很快你就被众人带到了一块偏僻的荒地，面前一座青铜古塔巍峨而立，随着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强大的妖气。数万年前，这座塔里曾镇压了几只绝世大妖，后来随着他们寿元耗尽，这座塔也就变成了关押蜀山罪人的所在。而且因为其中残存妖力的影响，关入塔内就已经基本宣告了此生无缘修仙。押送者们无不唏嘘这所妖塔中妖气之凶悍，就算是修仙者也无法在里面过多停留。现在你已经成了废人，只怕连3天都活不过去。然而就在他们觉得你是罪有应得之时，你却突然站直了身子。那原本因为被废除修为而虚弱的身体竟再度焕发出强大的力量。众人都被这一变化吓得面面相觑，可还不等他们搞清楚状况，你就头也不回地朝着锁妖塔内走去。对别人来说，这锁妖塔可能是索命决定，但对你来说，这却是个取之不竭的宝物。你没有理会外界的震惊与议论，而是在锁妖塔内小心探查起来。这座塔内部空间辽阔宽敞，但其中却充斥着如同利剑一样锋利的妖气。寻常的修仙者如果不小心吸入体内，轻则走火入魔，重则一命呜呼。哪怕是元婴出窍级别的大猛，最多也就扛个1年半载。但对你来说，这些妖气却是至宝。仅1小时，你丹田的灵力便重新汇聚，修为也在不断恢复。尝到甜头后，你立刻闭关打坐修炼。往后的半个月，除了每隔一段时间最亲近的小师妹会过来给你送饭，你无时无刻不在吸收妖气修炼。春去秋来，任谁也没想到你一个废人竟能活这么久。3年过去，你竟还突破到了元婴境界的巅峰，修为之高，就连掌门与老祖都被你甩在身后。蜀山第一人的称号当之无愧，但你知道这远远不够。元婴之上还有出窍、炼虚、合体、渡劫、大成5大境界。而在大成之上，更有那传说中的大帝境界。寻常人修炼到元婴便足以开宗立派，但在你眼中，元婴不过是个起点而已。只有成为大帝，才能真正傲视天下。锁妖塔内的妖气成了你最大的助力，成就大帝不过是时间问题。随着实力飙升，你的精神力也在疯狂强大，让你能从这辽阔无垠的塔内挖掘出无数宝藏。那些陨落的大妖与被困的蜀山先辈，他们的功法和法宝全被封存于此。你细细探查，这才发现，原来蜀山现存的许多功法都是残缺版，真正的完整版早已失传，而锁妖塔却将这些上古遗物完好保存。什么极品冰刃赤霄剑、完整版蜀山极剑术，这2样东西若现世，轻则振兴蜀山重现昔日荣光，重则能令整个修仙界引发腥风血雨。而如今他们全都被你收入囊中。然而就在你以为可以一路高歌猛进时，危机悄然降临。整个宗门除了父亲与弟弟之外，便属这个给你送饭的小师妹对你最好。这次小师妹偷偷给你送饭时，面色凝重地带来了个惊天消息：不少魔道门派联合起来要攻打蜀山，蜀山上下现在已陷入恐慌，就连她这个小小筑基期的小师妹也要被派往前线。你虽对蜀山无感，但还是提醒她遇事别逞强，打不过就躲回宗门。这种事情你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正魔大战是修仙界常有的事情，蜀山再不济也还有好几位元婴老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捏的。师妹点头离去后没几天，你没想到就连你亲弟弟赵成也来到了锁妖塔。按理说这会犯了森严的门规，可这次对方居然是拿着掌门令牌来的。看着对方带来的丰盛饭菜，你心生疑惑。在你不断追问之下，才得知如今魔道大举进攻蜀山，与以往不同。最糟糕的是，魔道一位老怪物闭关数载，竟硬生生突破枷锁，成为出窍境强者。掌门老爹紧急闭关寻求突破，现在蜀山事务全由他接管，他这才能来看望你。大哥，咱们兄弟最后好好喝一场吧，等夜深了你就拿着令牌下山去吧。说罢，他豪饮一口，将腰间的令牌放在地上。你们2人一直喝到深夜，最后弟弟拿起令牌，命令看守弟子执行掌门之令，务必要给你安全送下山去。而你为了不暴露修为，只能照做。几天后，蜀山上下戒备森严，大殿内你的弟弟跪劝父亲，几位长老已为您准备好退路。您是宗门最有希望突破出窍的人，您还是先躲一躲吧。赵四却坚定道：我是蜀山掌门，岂能临阵脱逃？那老魔若敢来，我便拉着他玉石俱焚。与此同时，山间小道上，小师妹正与弟子们巡逻，一旁的弟子都在进行自我安慰。蜀山曾是顶尖宗门，就算如今示威，也不是魔道宵小能碰瓷的。可他们话音刚落，一只黑色巨手便凭空出现，守护蜀山的金光大阵瞬间崩碎，化为飞灰。蜀山的娃娃们还不出来受死！空中一位黑衣老者傲立长空，出窍期的恐怖威压令人窒息。而蜀山6位元婴长老齐出，剑气纵横，杀招尽显。然而黑衣老者只是轻蔑一笑，抬手一掌便将6位长老重伤在地。这随手一击摧毁蜀山所有最强战力，让众弟子无比绝望。任谁也没想到战斗竟然结束得这么快。可就在整个蜀山被绝望笼罩之时，大殿中一道恐怖的剑气破空而出。只见掌门赵四持剑而立，这
这道无比恐怖剑意竟让他积蓄了7天7夜。这一剑仿佛有着毁天灭地的威能。黑衣老者顿时大惊，虽避过致命一击，左肩仍被擦伤。他大怒下一掌拍出，蜀山这最后的希望也重伤跌落。然而黑衣老者并没有打算停手，千钧一发之际，小师妹冲上前挡在掌门身前，小丫头滚开！黑衣老者步步逼近，筑基期的小师妹颤颤巍巍举起长剑，面对那遮天巨手，她已感受到死亡的气息。然而就在此刻，一道剑气极光竟直接将巨手4分5裂。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下，不远处一个人影乘风御剑而来，宛若真正的超然剑仙。你是什么人？黑图察觉到你的灵力波动不弱于他，不禁怀疑你是蜀山隐藏的先辈。你蒙着面没有说话，你深知此战必须速战速决，因为这不是你本身的力量，而是借助上古神符之威短暂拥有出窍期的修为。你一言不发，直接劈出一剑，恐怖的威压下的黑图连忙施展大黑手，可黑色大手却被你的剑气轻而易举劈得4分5裂。黑图见状不得不后退避让，而你周身光辉愈加强盛，恐怖的剑道气息更是震动了整个蜀山。仅仅一击便逼退黑图，让蜀山弟子不由惊呼：难道是为作画的先辈出手了？太好了，我们有救了！望着那道强到极点的人影，原本绝望的蜀山众人们激动地大叫出声。这一刻，就连黑图也不由相信了，怎么可能？这突然出现的剑修，难道真是蜀山为作画的老怪物？黑图是此次魔道联盟中的最强者，可这一幕就像是一盆凉水狠狠浇在了原本蠢蠢欲动的各派魔道修行者头上。黑图此刻从你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险气息，你究竟是谁？犯我蜀山者，杀无赦！你的话音刚落，便甩出一抹剑光，伴随着轰鸣朝黑图斩去。黑图接连不断打出无上手印，企图挡住你的剑气，可看似强大的无上大手印，却在这道剑气面前接连炸碎。黑图低吼一声，身体迎风暴涨3尺，金刚魔体竟抵御了剑气大半力量。你冷冷吐出3个字：极剑术。剑光再次增强，下一秒伴随着黑图的惨叫声，染血的头颅滚落在地。出窍期的大修仙者居然被一剑斩首。看到黑图转眼间死在飞剑之下，吓得周围魔道各派修行者们四散而逃。蜀山弟子们皆是高声欢呼，此起彼伏的声音震动苍穹。你斩杀黑图后来到小师妹面前微微一笑，紧接着就遇见消失在了茫茫的苍穹中。小师妹瞪大美眸望着你那离去的背影，只感觉到一阵熟悉，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等到所有人回过神来，你的气息已经彻底消散，就仿佛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般。极剑术，如果老夫没有看错，那应该是失传数千年的蜀山极剑术。一位蜀山资历很深的长老震惊地望着你离开的方向，不断喃喃自语。击杀黑图后，你不声不响回到锁妖塔中。这个时候，上古神符的作用刚好消散，你也从出窍期境界跌落回原因。你杀死一尊出窍期强者，却没有生出任何的自傲之心，反而更深刻意识到如今自己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不过极剑术威力果然强大，现在正好可以尝试修行极剑术第2层人剑合一的境界了。在你安心修行的时候，当日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股风暴传遍蜀山内外。堂堂鬼岛出窍期的强者黑土被蜀山神秘剑修一剑斩首，这个惊人的消息不仅让原本蠢蠢欲动的魔道各派忌惮，就连其他正道的修仙者大派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现如今天地道法不全，灵气远远不如上万年前，出窍期的大修仙者非常罕见，哪怕在各大顶尖宗门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蜀山不复数万年前的辉煌，近数千年以来更是衰退凋零。但就是这样令人瞧不起的衰退宗门，却出现了一个神秘剑修强者，斩杀了鬼岛魔头黑土，引得四方哗然。转眼过去了3天，你总算初步掌握了极剑术第2层人剑合一的境界。就在你准备继续修行的时候，察觉到锁妖塔外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师兄，我来送饭了。这次戒律堂小师妹似乎心情开心了不少，我今天给师兄准备了好几样新的菜肴，有红烧鱼，还有酱香排骨。小师妹，你今天的心情似乎非常不错啊。当然啦，师兄你知道吗？前几天那鬼岛魔头闯入我们蜀山袭杀宗主，被我们蜀山一位神秘的剑修前辈斩杀。现在魔道各派的人都被吓得退出我们蜀山势力范围了，再也不敢叫嚣着对付我们蜀山了。我跟你说，我当天还在现场，亲眼目睹那位剑修前辈一剑斩杀鬼岛魔头的绝世风采。那位剑修前辈临走之前还特意夸了我一句呢。想到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至今还觉得心血澎湃。你暗自窃笑，知道小丫头是在说自己，于是故意问道：那位蜀山剑修前辈真有那么厉害吗？可厉害了，我要是有那位前辈一半的实力就好了，就能仗剑走天涯了。见小师妹挥舞着粉拳的模样，你不禁笑出了声。3年前小师妹就是筑基期修仙者，可现在过去那么久，依然还保持在原来的境界。别说是成为剑修前辈那样的强者，就算是金丹期，或许也是自己终其一生难以触摸到的目标。吃了你那么多次饭菜，就让我来帮你一次吧。你隔空点出一指，一股澎湃的灵力瞬间涌入她的体内。小师妹娇躯微颤，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能量冲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让她原本多年的瓶颈竟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心神合一，运转周天，尝试突破。小师妹当下闭目凝神，半个小时后，她便突破到筑基中期了。师兄，刚刚是你帮我突破境界的吗？
他瞪大了美眸，眼中尽是不可思议。因为就算是蜀山的长老，恐怕都无法这样轻易帮助筑基期的弟子打破瓶颈期。你微微一笑，没有解释。师兄，难道你重新修炼成功了？这次你没有否认，算是吧。但我重新修仙成功的事情，你暂时不要宣扬出去。师兄，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对了，师兄，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要和你说说。上次宗主和鬼岛魔头交手受到了重伤，听说截止到现在情况还不是很乐观。而且随着宗主大人重伤未愈的消息传开，咱们蜀山麾下的势力6大剑门都变得蠢蠢欲动，有了自立的动作，让赵成少宗主忙得焦头烂额。你闻言双眼微微眯了起来。此前你还是少宗主时候，就因为6大剑门经常操心不已。因为名义上来说，6大剑门是蜀山麾下的势力，可是随着近数千年以来蜀山不断衰退，那6大剑门早有自立门户的想法。而这次魔教大举进攻蜀山，6大剑门更是无动于衷，不曾派出任何强者支援蜀山。你点了点头，没有多过问，因为你非常清楚自己那便宜宗主父亲能够统帅蜀山上百年，不可能就此一蹶不起。至于6大剑门的隐患，更轮不到你去操心。相比于这些，你更愿意老老实实待在锁妖塔，提升实力变强。过了这场大战，蜀山大殿内异常热闹，宗门上下寻找了许久都没找到那位神秘的剑修前辈。掌门赵四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样子那位剑修前辈是不想让我们打扰到他。现如今强敌退去，看似蜀山危机已经解除，但是实际上隐患依旧存在。再过不久，大千世界的潮汐便会到来，这是每隔数万年都会经历的一场天地灵气巨变，届时天地灵气会大幅度提高。数万年前蜀山剑道之所以能傲视修仙界，除了自身传承强大和能人辈出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握了这次潮汐。每次潮汐时，别说是出窍期，就连分神期甚至是合体期的修仙者都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闻言，赵成瞪大眼睛，如果我们蜀山能够抓住先机，到时候未必不能重现数万年前的辉煌。这是一次机缘，也是一场劫难。修仙意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赵四身为掌门多年，深知这个道理。强行催动秘术，道机一会，时日无多。说到这里，赵四拍了拍赵成的肩膀，成儿，你是蜀山的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你要尽快熟悉蜀山上下的事物，等到时机成熟，我就将宗主大位交付于你。转眼之间5年过去了，在这5年中，你没有再离开锁妖塔一步。通过锁妖塔的帮助，你的修为已经从当初的元婴初期突破到元婴后期，这样的速度可谓是惊世骇俗了。正常情况之下，普通修仙者要想从元婴初期突破到元婴后期，起码要耗费上百年。特别是现如今的天地灵气淡薄，终其一生无法寸进的人比比皆是。就在你刚刚结束修行的时候，锁妖塔外传来一阵响彻云霄的鼓声，天鼓敲响，蜀山新任宗主继位了。根据不久前小师妹带来的消息，你知道应当是弟弟继位宗主大典，可当宗主有什么乐趣呢？要操心那么多蜀山上下的事情。你摇了摇头，自嘲一笑。没过几天，刚刚成为蜀山新任宗主的弟弟带着美酒好菜来到这里，他现在是新任宗主，不顾长老的反对，想要强行给你带出锁妖塔。你一听这还得了，赶忙拒绝。弟弟还误以为你是在担心拖累到他，见状你只能不停扯出各种理由。再感受到你是真的不想出去，赵成心里生出一丝困惑，在这永不见天日的锁妖塔待着真的有那么舒服吗？接着你们喝着酒聊了不少事情，数千年间蜀山因循守旧导致弟子修为难以提升，反观手下附属的6大剑门，收集各派修仙武学功法，融会贯通，发扬光大，更是鼓励弟子下山磨练。现在这6大剑门自立门户的心思也是显而易见。而赵成上任后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可宗门老一派思想固执，总是认为蜀山剑法是最牛的。这些年宗门衰落也是因为弟子不行。说到这里，赵成重重叹了一口气，独自喝下一杯闷酒。大哥，酒已经喝完了，我下次再来看你。他现在是蜀山宗主，日理万机，今天能抽空来到这里，已经是硬挤出来的空暇。直到弟弟的背影彻底消失，你思绪才缓缓收回。一句话就能总结弟弟吐槽的那么多，实力不足。想到这里，你越发坚定了意志。修仙无岁月，弹指一挥间又是10年过去了，你终于突破出窍期了。出窍期和元婴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凝聚出元神，元神可以一念之间洞悉周围一草一木，你却没有自傲自满，因为距离真正的仙道巅峰还有着一段极为漫长的距离。这一天，小师妹前来送饭的时候，带来一个让你也有些惊讶的消息。就在几天前，蜀山邀请6大剑门门主来参加蜀山前任宗主的寿宴，可到了当天，那些首脑竟没有一人前来，仅仅派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蜀山上下震怒异常，虽然知道6大剑门猖狂，却没有想到他们根本不将蜀山放在眼里，这简直是在赤裸裸打蜀山的脸。消息传出，天下震惊。要知道，蜀山不久前还曾经出现过一位可以斩灭出窍境的神秘强者呀！原来蜀山内门几位长老早已看不惯新宗主改革，于是暗中将消息透露给6大剑门。那神秘剑修根本不是蜀山前辈，现在反而无影无踪，这便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现如今6大剑门更是联合这几位长老，要给蜀山来一次大扫除。说是现在的宗主受魔门教唆，强烈要求换一个新的宗主来领导他们。这些内情小师妹也不知道，只是告诉你双方气氛十分凝重，所以蜀山内外戒备变得非常森严。这一天，宗主赵成正在和数个蜀山高层开会，忽然守护蜀山的大阵应声而碎，一只青色大手朝着蜀山大殿重重拍来。大胆，哪里来的宵小之辈，竟敢公然闯入蜀山！数道怒喝声响起，几个早有准备的元婴期长老冲上云霄。随着上方战斗打响，东南方向又出现了3道骇人的强大气势。望着那又出现的3个强大人影，
蜀山长老和弟子们都是露出了震惊。赵成赶忙发令让众长老结剑阵，可换来的却是一声怒骂：“无知小儿看长！”赵四这时候才明白，护宗大阵如此轻易破碎，是这几位叛徒动了手脚。接着6大剑门的元婴强者纷纷冲着赵成与赵四下死手，即便蜀山那些同等级强者拼死抵抗，也耐不住对方人多。都是元婴想要分出胜负很难，但要想杀一个金丹期的小娃娃，可一个受伤的元婴还是简单。就在战况陷入僵持的时候，一道清亮的剑鸣声划破西边的天空，瞬间便斩杀了3位元婴。犯我蜀山者，杀无赦！在众人的瞩目之下，一道高大的人影御剑而来。这次你并没有隐藏真容，因为没必要了。同境界的你早已无敌，看到你的真容，在场所有人瞪大眼睛，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随手斩杀元婴修士的剑修前辈竟然是宗门的一个废人，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上一次斩灭出鞘的神秘前辈也是你？众人都愣在风中凌乱，而你再次甩出一抹剑光，剩下3位元婴强者还没从愣神的表情中消失，人就先消失了。说起来，我已经有18年没有离开蜀山了，甚至都要差点忘记蜀山下的世界究竟是如何的了。你眺望着6大剑门的方向，眸光变得冰冷无比。便宜父亲终究是我的父亲，蜀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往后我们恩怨两清。随着话音落下，你很快就消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与此同时，人间剑门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守护剑门的大阵爆碎而开，5、6位长老带领着数百名弟子们正和一个少年对峙。虽然占据人数上的优势，可是剑门的长老和弟子们却满脸惊恐的缓缓后退。让你们的门主滚出来，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你随手挥舞着赤霄剑，周围边惨叫声连连，这还是你有心留守的结果，否则这些人根本活不了。大胆狂徒！这时门主红熊强势霸道的一剑朝你斩来，你们老祖已经升天，你也随他而去吧！你面无表情地挥出一剑，直接划过层层的虚空，将对方的剑光崩碎。红熊大惊失色，连忙照出护身法器想要抵挡，可下一秒他连人带法器都被劈成了2半。看到门主惨死，剑门的长老和弟子们皆是悲痛大呼：从今天开始，人间剑门不复存在！你一剑斩出，金色的剑光宛若星河劈裂，整个剑门竟被斩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壑。一些负隅顽抗的长老甚至来不及反抗，就被埋葬在深渊里。经此一战，人间剑门高层几乎损失殆尽，只有修为低下的普通弟子们才保全一条性命。而毁灭人间剑门后，你又赶到天道剑门，没有丝毫的废话，一剑破开了他们的护宗大阵，恐怖的剑光将天道剑门的强者们瞬间淹没吞噬。天道剑门之主冯流怒吼，旋即冲霄而起，但回应他的是你干脆简单的一剑。很快，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天道剑门也成为了一片废墟。在2大剑门接连覆灭后，距最近的地狱剑门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难道是6位老祖在蜀山的行动失败了？不行，我得先避一避。地狱门主北风刚要有所动作，守护剑门的大阵便应声爆碎，紧接着整个地狱剑门也是在你几剑下破碎。紧随其后的是畜生剑门、修罗剑门、恶鬼剑门。一日之间，这些剑门高层无一不遭到了你的血洗。随着消息传出，大半个修仙界都是无比的震动。很快，在有些强大势力的情报网之下，就得知了真正的内幕。10年前斩杀黑屠的蜀山神秘剑修强者再次出手，将6大剑门强者斩杀殆尽。而这个神秘强者竟然是一位少年，好像是蜀山前任宗主的儿子。这怎么可能？那不是一个废人吗？随着更加具体的消息传开，让不少修仙势力心惊胆战。更有人传言蜀山是为了保护你这个绝代天骄，才将你藏匿起来的。对于外界的反应，你没有心思去打听。在解决完6大剑门后，就回到了锁妖塔。进塔之前，你还发出了警告：蜀山任何人不得来打扰自己，不然杀无赦。这次事件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来打扰你，直到有一天，你的弟弟赵成来了，你察觉到他异样的情绪，于是面露笑容地说道：你我是兄弟，不必拘束。赵成也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惊骇。随后你们2人聊了很久。大哥，你修为强大惊世，只要你愿意，宗主的位置我可以随时让给你来当。你摆了摆手，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对宗主的位置不感兴趣，而且外界纷乱我也不想被打扰，只想留在锁妖塔默默修行变强。你现在是蜀山宗主，就算当初所有人都负了我，可我还是认你这个弟弟。你回忆起当初大殿内的那一幕，只有弟弟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你若是有什么想法，就尽管去做，我会支持你的。赵成被你一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好，我下次再来看大哥。赵成点了点头，刚要直接离开锁妖塔，你连忙叫住了他。张倩小师妹如果要来找我，你们不要拦着。赵成闻言点了点头。随着6大剑门的消亡，蜀山也迎来短暂的发展期。很快，天地间迎来了一场异常的大雨，让整个天地之间的灵气逐渐变得浓郁起来。原先一些卡死在瓶颈期的蜀山长老和弟子们都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锁妖塔内你眉头微皱，这种变化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日子一点点过去，你就这样沉浸在元神的修行当中。很快又过去了大半年。这一天，赵成再次来到锁妖塔，他原本刚毅的脸庞上弥漫着一丝悲伤之色。大哥，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让我请你去见上最后一面。对于这个消息，你没有感到多少的意外。从当初鬼岛黑屠杀上蜀山，他不惜生命催动秘术与之交手，后来又是他不惜重伤代价挡住一人，却也因此落得油尽灯枯的下场。现在就算是神仙来也救不了他了。你叹了口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父亲。你随着弟弟来到大殿，
看着便宜父亲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行将就木的衰败气息，你也没有办法。虽然你对便宜父亲没有太多好感，但看到这一幕，还是心绪有些起伏，感觉很是不好受。200岁对于元婴期的修仙者来说还处在盛年，但他现在却已经濒临死亡。成儿，你出去吧，我和你大哥说些话。凡儿，这些年以来你恨我吗？你情绪有些复杂，没有说话。为父这辈子为了重振蜀山，自认是一个负责任的宗主，但始终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些年我最大的遗憾和愧疚，就是当初不该将你亲手打入锁妖塔。赵四说着拿出一件锦盒，这是超品丹药归元丹，当初是为你准备的，可现在你也已经不需要了，你带上吧。你眼神有些恍惚，这归元丹世间罕见，能让修为尽废之人立即恢复到金丹期的境界，可想而知父亲当初是耗费多么大的代价才收集到的。你没有拒绝父亲最后的好意，我毕生的愿望就是重振蜀山，在我撒手人寰之后，希望你能多帮弟弟一把。赵成是我弟弟，只要我在蜀山一天，不会坐视不管。这是你来到这里说的第一句话。那就好，那就好。赵四面露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片刻后，9声钟鸣响彻整个蜀山，乾元大殿各大长老弟子们汇聚。因为父亲为了蜀山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一个人可以质疑，因为他甚至为了蜀山宁愿放弃自己的小家。很快，来自蜀山麾下的附庸势力们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往蜀山参加葬礼，而你却没有去凑热闹，只是回到了安静的锁妖塔。你看着手中的归元丹，久久没有说话。你安心去吧，蜀山会重振的。修仙无岁月，弹指一挥间，转眼之间又过去20年。20年以来，你终于将极剑术第3层彻底掌握，但是修为境界却只是提升到了出窍圆满而已。因为这里的妖气已经被你吸收的差不多了，但其实这样的提升速度已经远远超越寻常修仙者了。要知道，多数的出窍期修仙者，哪怕耗费数百年，都未必能提升一个小境界。你忘了望锁妖塔最底层的塔底。塔底之下还有一片神秘的空间，那是连你都不敢轻易进入的地方。根据蜀山记载，这锁妖塔曾是数万年前一个名叫女帝的人创造的。你自认为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匹敌炼虚境强者，于是便决定下去探查一番。可越靠近锁妖塔地底，那股妖气便越是强大。不久后，你来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门户，大门上面贴满了古老的皱纹。你探出大手试图推开这扇门户，却被轻易弹开。见状，你运转起全部力量，一掌打去。哪怕这扇门有秘法保护，还是在轰鸣声中爆裂而开。大门之后是深不见底的通道，你刚要踏入，突然一道寒芒从漆黑的通道迸射而出，你连忙拔剑抵挡。这一击若是寻常的出窍期强者，恐怕早已神魂俱灭。你严阵以待，但很快你发现出手的不是什么绝世妖魔，而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准确来说，是一位出窍后期的狐狸。小白狐死死盯着你，从你的身上他感受到一丝强烈的危险气息，于是洁白的爪子再次全力袭来。可是还没有等小白狐靠近，你抬手就是劈出一剑。感受到剑锋上传来的寒意，小白狐通体发凉，想要后退逃走，但是周身的空间已经被封锁。就在小白狐以为要死在剑下的时候，那射人的剑锋却停留在他面前3寸。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弟弟的守护者吧？你隔空将小白狐吸到掌心中，后者剧烈挣扎，却被你强大的灵力当场镇压。别乱动，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你接着往通道下方探去，直到看到那连绵起伏的宫殿。没想到锁妖塔下方居然隐藏着这样的地底空间，而且从建筑样式来看，根本不是蜀山历代前贤建造的。你心念一动之下，开始探查附近数千米内的情况。你发现这些地底宫殿都被强大的阵法保护，哪怕经历了无数岁月，依旧残留着可怕的能量波动。难不成这里藏着什么惊世宝藏？于是你来到一处白色宫殿面前，抬手就是一剑斩出。剑没有效果，你立刻动用极剑术，强大的冲击力让整座大阵扭曲，但依旧没有打破。就在你准备继续出剑时，小白狐炸着毛发开始强烈的挣扎起来。你的反应那么大，难道这座宫殿是你的地方？就算是你的宫殿，我也得进去瞧瞧。你边说边准备继续动手。小白狐又气又无可奈何，这座阵法和宫殿连为一体，如果阵法被直接打碎，那么整座大殿都会受到不轻的损毁。迫于无奈之下，小白狐只能伸出爪子对着阵法轻轻一划，瞬息之间整座阵法直接消散而开。这一幕让你直接傻眼了，不禁多看了小白狐一眼。宫殿内摆放着一张洁白晶莹的玉棺，散发着浓浓的灵气波动，这赫然是先天灵玉锻造而成的神物。你眼睛都快蹦出来了。要知道先天灵玉非常罕见珍贵，拇指一小块的先天灵玉都足以在外界掀起腥风血雨般的争夺。小白狐轻车熟路地爬上玉棺，似乎生怕你打玉棺的主意。你究竟是什么来历？怎么到了出窍期还不会化形，更不会说话呢？按照寻常妖族的情况，在元婴期就能化形成人口吐人言。你看小白狐呆呆的，似乎跟个傻子一样，不禁感叹耗费这般巨大的力气，原以为里面会有些天才地宝，可一根毛都没有。看样子宫殿内的灵丹妙药也被这小家伙吃完了。还好这里还有妖力的存在。接下来的日子，你没有理会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小白狐陪在旁边，你也没有多去管他。只要小白狐不出去惹事就随便。春去秋来，很快过去了50年。这些年你没踏出锁妖塔一步，单凭吸收妖气便突破到了炼虚境中期。如今的修仙界很不太平，你在蜀山击杀6大剑门强者的事情已经是70年前的历史了，早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甚至有许多人在推测，过去了那么久，曾经坐镇蜀山的神秘剑道强者早已经作化陨落，许多势力对于蜀山的敬畏日益消减。尤其是自50年前那场令天地失色的灵雨开始之后，整个天地诞生出越来越多的修仙强者。以往出窍期就几乎可以称霸天下，但现在几乎每个宗门都有出窍期的强者坐镇，此处的妖气已经被你吸收的差不多了，于是你也准备返回锁妖塔。
看着单纯的小狐狸，你也没过多在意。现如今蜀山已经好久都没你的消息了，就连小师妹也以为你离开了，为此还伤心了许久。不过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来看看你回来了没有。这1月，小师妹如往常一样过来，本以为还会与之前一样，可当她看到你的瞬间，直接哭了出来。这50年以来，她已经成为戒律堂的执法大师姐，手下管着上百号的门人弟子，但每隔10天还是风雨无阻前来看你。比起当初，她也从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变成了成熟妩媚的女人。好久不见呀，师妹！小师妹红着眼盯着你，仿佛生怕你再消失了一般。很快，你们2人开始闲聊起这些年塔外发生的事情。蜀山越发强盛，而你的弟弟也已经娶了大唐王朝的公主。察觉到你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小师妹马上转移了话题。师兄，有时候我也挺羡慕你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起码不用像我那么操心。你笑了笑，可下一秒，师妹竟问你有没有心爱的女人。你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时，师妹突然开心地笑了。师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你回来了，免得其他师兄弟姐妹来打扰你的清静。你微微一笑，转眼间又过去了20年。这是你来到锁妖塔后第120个年头，因为妖力的原因，你的修为一直卡在炼虚境界圆满，无法突破。正当你发愁的时候，锁妖塔深处却传来轻微的震动，虽然很不明显，但还是被你捕捉到异常。难道是小狐狸出事了？你如闪电般快速冲了进去。此刻，原本布满高大宫殿的地底空间竟出现了大片的坍塌，形成了一个狰狞的黑洞。黑洞处有着惊人的毒气溢出，将周围的宫殿腐蚀殆尽。而小狐狸用澎湃惊人的妖力构筑起一面光幕，将大半的毒气艰难挡住，否则顷刻之间，整个地底空间都会毁于一旦。看到你后，小白狐马上催促说道：“快帮我堵住那个洞口，否则天地所有生灵都会毁灭。”你虽然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小狐狸怎么突然能说话了，但还是选择果断出手。凌厉的剑气疯狂朝着黑洞轰了过去，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强大的攻击将无数溢出毒气的黑洞暂时逼了回去。可这还没有结束，似乎黑洞里的可怕生物察觉到了外面的异常，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毒气如同火山般爆发。你双眼微眯，随着一声暴喝，剑光照亮了整片地底空间，磨灭无数黑色毒气后，浩浩荡荡朝着黑洞镇压而下。最后，剑光形成巨网般的封印，覆盖在洞口之上，让深处的毒气再也无法冲出。黑洞深处发出了不甘的嘶吼，最终被逼了回去。小狐狸拍了拍胸脯，幸亏你这家伙来得及时，不然还不得累死我。你不是在沉睡吗？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呀，我刚刚结束沉睡，都还没来得及庆祝自己突破到炼虚后期，结果地面突然塌陷，差点把本狐仙给熏死。你突破到炼虚后期了？你上下打量着小白狐，发现它竟然长出了第2条尾巴。那当然，本狐仙资质无双，可不是你们区区人族修仙者能够相提并论的。随着他话音刚落，突然间像是想起什么，眼睛直勾勾盯着你。不对啊，连我炼虚后期的修为境界都很难镇压黑洞里面的毒气，你是怎么做到的？小狐狸在震惊你的同时，你同样也在震惊他，只是在玉棺里睡了20年，便从当初的炼虚初期突破到炼虚后期。你在外面守着，我进去瞧瞧。望着深不见底的黑洞，你还是忍不住诱惑，想要下去探查一番。你能察觉到黑洞里面妖魔之气是何等强大，如果能尽数被自己吸收，修为不知能突破多少。闻言，小狐狸吓了一跳，难道你疯了吗？里面的恐怖的存在甚至足以威胁到合体期大能。你摆了摆手，放心，我心里有数。刚刚进入黑洞中，你就看见原本蛰伏在下方的毒气，你用剑气覆盖住自己的全身，随着不断下降，周围的毒气越来越浓，到最后宛若形成实质一般。就在这时，黑洞深不见底的下方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与此同时，一只鲜红色的爪子朝着你袭来。你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没有丝毫迟疑，立刻祭出赤霄，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剑光。剑光将无数毒气展开，一剑将红色巨爪斩断。紧接着，黑雾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黑影，每一个黑影的恐怖气息都令你浑身发紧，那种感觉就像是直面一头头震动天地的史前巨兽，有种发自灵魂般的压迫感。快跑！没有丝毫的迟疑，你转身就走。这时下方传来一声又一声吼叫，单单是这可怕的音波便足以震死合体期之下的修仙者。好在你修为境界深厚，只是身形颤了颤，就很快化为一道剑光朝上方冲去。可后面黑影的速度更快，眼看你就要命丧黄泉。然而就在这些巨爪触碰到洞口金色符文的瞬间，无数巨爪被瞬间绞杀，最后只传来一道道不甘的怒吼声。你可算出来了，差点把本狐仙急死。看到你的身影后，小白狐松了一口气。对了，里面是什么情况？你沉声说道。里面许多实力极为恐怖的妖魔，估摸着最低也是合体境大妖。还好洞口有神秘的金色封印挡着，那些东西暂时出不来。没想到这世间竟然还存在着如此恐怖的妖魔。为了保险起见，你又是打出几道强大剑光，将黑洞的洞口彻底堵上。这样一来，就算是有妖魔试图冲出洞穴，你也能第一时间察觉。小狐狸，你是待在这里，还是跟我一起出去？我还是跟你出去吧。小白狐闻言也不敢继续待在这地底空间了，在离开前，他顺手将原本的玉棺带上。而你第一时间来到了蜀山的藏经阁，希望从这里的相关文献记载了解到地底空间，但关于这方面记载的内容非常少，几乎只有只字片语。在蜀山开宗立派之时，祖师曾经与无数妖魔大战，后来那些恐怖的妖魔被祖师封印，你猜想能让祖师亲手封印的妖魔肯定是大妖，而锁妖塔里面的根本不配，那只能是地底空间了。可是过去那么漫长的岁月，里面却还有妖魔存活，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对了，小狐狸，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起其他的记忆？
小白狐摇了摇头，你思索后便翻找起关于女帝的记载。女帝名为九尾天狐，九尾狐族曾在数万年统一过整个妖族，是妖族里面最强大神秘的种族。而九尾狐一族中最为强大的便是九尾天狐，每隔1000年渡劫重生一世，9世修行圆满之后便可以打破天地枷锁，成为真仙之上的可怕存在。但是自从万年前天地灵气开始枯竭之后，别说是神话传说般的九尾天狐，就连九尾狐族几乎都彻底消失。你突然神色一震，直勾勾地看向小狐狸，尤其是它的2条尾巴，这不就是明显的特征吗？小狐狸，你该不会就是九尾狐族的吧？小白狐懵懂地摇了摇头，和一个失忆的人谈历史，跟对牛弹琴没什么区别。你们一人一狐就这样大眼瞪小眼，陷入了沉默。算了，猜来猜去没有用，还是快些修行吧。时间如梭，转眼间又过去了数年的光阴。你利用这些时间将自己的修为彻底巩固到了合体境初期。这天，你的弟弟赵成突然来到锁妖塔找你喝酒，你明白他这是有心事，于是直接让他开门见山了说，现在许多正派联合组成了一个昆仑仙盟，由最强的昆仑仙门作为盟主，统帅和妖魔各族大战。现在昆仑使者邀请蜀山加入联盟，赵成不知该拒绝还是同意。加入有可能让蜀山成为附庸炮灰，毕竟最近蜀山崛起速度太快了；拒绝则可能让蜀山成为正派的众矢之的。你摆了摆手，随手在符咒上写了一个剑字，加入拒绝由你决定，但记住，去到昆仑派之前别打开这幅字。赵成虽然从来都不会去质疑你的能力，但现在还是有些疑惑。别小看这个字，震慑一个修仙界还绰绰有余。等赵成离开后，小白狐跳了出来，你在上面写了什么？见到真谛。小白狐闻言瞪大了眼睛，难道你上次突破到了合体大能？但凡涉及到道之真谛，那是只有合体期才能触碰到的领域。合体大能即使是放在数万年前修仙界最为辉煌的时期，都是属于一流的修仙强者。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打破桎梏，迈入了那个境界。与此同时，大殿内赵成开门见山地说道，王长老，我想让你去一趟昆仑派。宗主，难道你同意加入昆仑仙盟了吗？最近蜀山因为是否加入昆仑仙盟的事情闹得上上下下沸沸扬扬。不是，我准备拒绝他们的提议。此话一出，王烈面露难色。昆仑屹立数万年，底蕴深不可测，如果当着人家面拒绝，不是自取其辱吗？你似乎预料到王烈会说这个问题，于是将那符咒递给了他。到了那里，你就将这符咒激活。王烈满眼狐疑，总感觉宗主在忽悠自己，但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现如今昆仑仙盟气势正盛，短短数月就有无数大小修仙势力加入，一些是希望得到昆仑仙盟的庇护，另外一些便是忌惮。直到现在还没一个势力敢拒绝昆仑仙门。大殿之内为首的正是昆仑宗主，炼虚初期的恐怖强者。王烈有些紧张，但还是故作镇定说道，昆仑盟主，我奉宗主之令感谢您的好意，但我们蜀山拒绝加入仙盟。好呀，很好。昆仑宗主抬手一震，法指陡然间成为齑粉。你们蜀山果真是家大业大，架子也大啊。霎时间，大殿内恐怖的炼虚境威压让王烈抬不起头来。王烈深吸一口气，随后缓缓拿出符咒激活。霎时间，晴空万里的昆仑突然变得昏天黑地，一道长达数万米的金色剑光从黑夜中射出，那无穷的剑意让昆仑仙宗的所有人浑身发颤，哪怕是昆仑宗主都难以承受这股可怕的威压，被逼得齐刷刷跪了下来。在场除了王烈之外，没有一人能够保持站立。昆仑宗主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仅仅只是一缕剑意，让他感受到发自灵魂般的恐惧。数位自恃修为强大的昆仑长老更是将体内灵力运转到极致，企图想要强行站起身，可就在下一秒，这几位昆仑长老便受到更大的反噬，个个口吐鲜血。这难道是合体期的大能？王烈望着昆仑众人跪地臣服的模样，紧握符咒的手终于松开。他按照你先前的嘱托冷声道，我蜀山并非有意冒犯昆仑，只是不愿受盟约束缚。今日这道剑意既是示警也是底线。说罢他转身便走，昆仑宗主竟无一人敢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那道金色剑光的余威仍笼罩着山门，连呼吸都带着刺骨的剑意。消息传回蜀山时，赵成正与长老们在大殿议事，听闻昆仑全员跪拜的场景，众人无不倒吸凉气。赵成捧着你写下的符咒，指尖仍能感受到残留的剑道真谛，心中终于彻底明白，你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诬陷的少宗主，而是足以俯瞰整个修仙界的顶尖大能。而此时的锁妖塔内，你正与小白狐研究地底黑洞的封印。自上次堵住洞口后，那下面的妖魔虽没在异动，可你总觉得不安。合体境的感知告诉你，黑洞深处藏着比合体大能更恐怖的存在，那股若有若无的气息，竟让你想起了蜀山古籍中记载的灭世魔猿。要不咱们再加固几层封印？小白狐甩着2条尾巴，爪子扒拉着地上的阵法图。我总觉得那下面的东西早晚要冲出来。你点了点头，指尖凝聚灵力，在黑洞周围布下749道剑痕封印，每一道剑痕都蕴含极剑术第3层的威力，寻常合体境强者撞上都会被瞬间绞杀。可就在封印完成的当晚，天地间突然刮起黑色狂风，锁妖塔顶层的妖气疯狂倒灌，连蜀山护山大阵都泛起阵阵涟漪。你冲出塔外，只见西方天际裂开一道缝隙，无数黑色魔气如同潮水般涌出，半空之中一个身披黑袍的身影缓缓浮现，周身魔焰滔天，竟直接震碎了蜀山的云层。赵凡，出来受死！
黑袍人的声音传遍蜀山，每一个字都带着碾压性的魔威。当年你斩我麾下黑土，今日我便踏平蜀山，拿你神魂祭奠我魔道千万亡魂。你瞳孔一缩，这黑袍人身上的气息竟已触及渡劫境，比当年的黑土强了何止10倍。赵成带着蜀山长老们冲了出来，可刚靠近黑袍人100米范围，就被魔威压得连连后退。几位元婴长老更是当场喷出鲜血。退下！你身形一闪，挡在众人身前。赤霄剑出鞘的瞬间，金色剑光直冲云霄，与黑袍人的魔焰撞在一起，半空之中炸开漫天光浪。蜀山弟子们抬头望去，只见你的身影在光浪中若隐若现，每一剑挥出都能斩断数道魔焰，可黑袍人的魔威却丝毫未减，反而越发浓烈。就这点本事？黑袍人冷笑，抬手拍出一掌，漆黑的魔掌遮天蔽日，带着灭世般的气息朝你压来。你深吸一口气，周身剑意暴涨，体内灵力与锁妖塔残留的妖气瞬间融合。这是你第一次在塔外动用妖气修行的力量。只见赤霄剑剑身泛起妖异的红光，你口中轻喝：极剑术第4层，剑破苍穹。一道1米长的赤红剑光划破长空，直接将魔掌斩成2半，余威不减，朝着黑袍人劈去。黑袍人脸色大变，连忙祭出本命魔气抵挡，可剑光落下的瞬间，魔气应声而碎，他本人也被剑光震飞数千米，口中喷出黑血。不可能，你不过合体境，怎会有如此实力？黑袍人满眼难以置信，你没有回答，身形已出现在他面前，赤霄剑抵住他的咽喉：犯我蜀山者，杀无赦。这句话当年黑屠没记住，你也一样。紧接着剑光一闪，漫天魔气瞬间消散。蜀山众人先是愣了愣，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连赵成都激动得浑身颤抖。这是蜀山数万年来第一次正面斩杀渡劫境魔头，可你却没心思庆祝，目光再次投向弟弟黑洞。刚才黑袍人出现时，黑洞内的气息明显异动，似乎两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你回到锁妖塔，小白狐正围着玉棺转圈，见你回来连忙道：刚才那魔头出现时，我玉棺里的先天灵玉竟在发烫，好像在感应什么。你走到玉棺前，果然感受到里面传来微弱的灵力波动。你抬手掀开棺盖，只见棺底刻着一行古老的文字，正是九尾天狐一族的符文。小白狐凑过来，尾巴突然亮起白光，符文瞬间被激活，一行字浮现在半空：灭世魔元出，九尾醒，大地现。这是什么意思？小白狐挠了挠头，你沉吟片刻，突然想起古籍中对女帝的记载，女帝是九尾天狐，当年创造锁妖塔就是为了镇压灭世魔元，而小白狐作为九尾狐后裔，正是解开魔元封印的关键，也是唤醒女帝传承的钥匙。或许要成为大帝，就得先彻底解决灭世魔元，而小白狐就是打开这一切的关键。小白狐眨了眨眼，突然尾巴又多了一条，它竟在刚才的波动中突破到了炼虚巅峰。就在这时，锁妖塔最底层传来剧烈震动，地底黑洞的封印开始出现裂痕，黑色毒气再次溢出。你和小白狐对视一眼，同时朝着底层飞去。这一次，你们不再是单纯的封堵，而是要深入黑洞，彻底揭开灭世魔元的秘密，也找到通往大地境界的最后一条路。黑洞深处，无数妖魔嘶吼着朝你们扑来，每一只都有合体境实力。你手持赤霄剑开路，小白狐则释放九尾狐族的净化之力，清除周围的毒气。越往深处走，魔气越浓。终于在黑洞最底部，你们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黑色祭坛。祭坛中央，一个被锁链束缚的黑色球体正在不断跳动，正是灭世魔元。原来当年女帝没彻底消灭它，只是将它封印在了这里。你握紧赤霄剑，现在该让它彻底消失了。小白狐点点头，周身亮起九尾狐族的本命灵光，与你的剑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金白相间的光柱，朝着灭世魔元射去。光柱击中魔元的瞬间，整个地底空间剧烈震动，魔元发出刺耳的尖叫，黑色雾气不断消散。可就在魔元即将被净化时，祭坛突然亮起血色符文，一道黑影从魔元中冲出，竟是魔元凝聚出的实体。想要灭我，没那么容易。黑影嘶吼着抬手拍出一掌，黑色能量波朝着你们袭来。你和小白狐同时发力，极剑术与九尾灵光再次融合，剑光与灵光形成一个巨大的结界，挡住了能量波。小白，用你的传承之力！你大喝一声，小白狐闭上眼，第3条尾巴彻底展开，九尾天狐的传承记忆瞬间觉醒，一道白色光柱从他体内射出，击中魔元实体。魔元实体发出痛苦的哀嚎，身体开始逐渐消散。你抓住机会，赤霄剑再次展出，极剑术第4层的力量彻底爆发，剑光穿透魔元实体的心脏，随着一声巨响，魔元彻底消散，地底空间的震动也停了下来。就在魔元消失的瞬间，整个锁妖塔突然亮起金光，塔顶传来女帝的虚影：吾乃九尾天狐，镇守魔元万载，今魔元已灭，吾之传承赐给有缘人。虚影抬手一挥，一道金色光团朝着你飞来，融入你的体内。你只觉得浑身灵力暴涨，境界开始疯狂提升，合体境中期、后期、巅峰，紧接着突破渡劫境，最后停在了大成境初期。同时，关于大地境界的感悟也涌入脑海。大地并非单纯的境界，而是要掌控天地规则，以自身剑道映照世间。小白狐看着你身上的变化，兴奋地跳起来。你突破到大成境了，离大地就差一步了。你点点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以及脑海中对大地境界的感悟。锁妖塔不再是你的修行之地，而是你通往大地的起点。此时蜀山之外，修仙界各大势力都感受到了锁妖塔传来的恐怖气息，纷纷派人前来探查。
而你站在锁妖塔顶，赤霄剑指向苍穹，金色剑光再次划破长空。这一次不是震慑，而是宣告：吾乃赵凡。今日起以剑正道迈向大地，大成境的威压笼罩整个蜀山时，远处昆仑仙宗的宗主正对着你先前留下的剑字符咒发呆。那符咒上的剑意竟随你境界突破而愈发浓烈，隐隐有融入昆仑山脉之势。他当即下令，传我命令，昆仑仙盟全体势力即日起尊蜀山为尊，若有违者逐出仙盟。这道命令一出，原本还在观望的修仙界势力瞬间沸腾，短短3日，便有上百个宗门派人前往蜀山朝拜，只求能沾得一丝你正道大地的气运。而你此刻正静坐锁妖塔顶，梳理着女帝传承中的感悟。大地之路并非单纯提升修为，更要以己道统于天地。你已见到危机，需让世间见到皆认可你的规则。小白狐蹲在你身旁，3条尾巴轻轻扫过地面，突然道：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了。女帝当年镇压魔猿后，曾将9尾狐族的天狐剑典藏在蜀山禁地，说这剑典能助未来的大地完善剑道规则。你眼睛一亮，当即带着小白狐前往蜀山禁地。禁地深处，一座刻满狐族符文的石台静静矗立，石台上悬浮着一卷金色剑谱，正是天狐剑典。你伸手触碰剑谱，无数剑道感悟涌入脑海。天狐剑典以灵动变化为合，恰好弥补了你及剑术刚猛有余灵动不足的缺陷。二者相融的瞬间，你周身剑意骤然变化。就在你沉浸于剑道融合时，蜀山山脚突然传来震天厮杀声。赵成急匆匆赶来，大哥，魔道残余联合了海外妖族，说要趁你正道未稳毁掉蜀山。为首的是海外妖族的万妖皇，修为已达大成后期。你睁开眼，赤霄剑自动出鞘，悬于掌心，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正好用他们的血祭我的剑道。身形一闪，你已出现在蜀山山脚。只见万妖皇化作一只万丈巨鹏，翅膀扇动间卷起漫天妖风，无数妖族修士如潮水般冲向蜀山护山大阵。阵内的蜀山弟子虽奋力抵抗，可面对大成境的威压，连握剑的手都在颤抖。赵凡，你以为突破大成就能横行？今日我便让你知道，妖族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恐怖。万妖皇尖笑一声，巨翅拍下，黑色妖力如陨石般砸向大阵，阵纹瞬间裂开蛛网般的缝隙。你没有废话，赤霄剑挥出的瞬间，融合了极剑术与天狐剑典的剑光化作万千剑丝，刚猛的剑气斩碎妖力，灵动的剑丝则缠住冲在最前的妖族修士，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制服。万妖皇见状大怒，巨鹏之爪带着撕裂空间的力量抓向你。你身形拔高，与万妖皇对峙于高空，大成境的灵力在你体内奔腾，女帝传承中的天地规则感悟逐渐清晰。你抬手对着虚空一握，漫天剑光突然凝聚成一柄1000米长的剑羽，将万妖皇牢牢困住。这便是大地之路的雏形，以自身剑道构建领域，在领域之内，你便是规则的主宰。不可能，大成境怎么可能构建领域？他嘶吼着，试图燃烧妖丹突破，可你早已预判到他的动作。赤霄剑化作一道流光，穿透剑域壁垒，精准刺入万妖皇的妖丹之中。你抬手将妖丹收起，这颗大成后期的妖丹蕴含着磅礴的妖力，恰好能用来稳固你刚构建的剑域。下方的妖族修士见万妖皇陨落，瞬间溃不成军，要么跪地求饶，要么转身逃窜。你没有赶尽杀绝，只是对着虚空轻喝：今日饶你们一命，若再敢犯蜀山，定斩不赦。此战过后，赵凡剑压万妖的消息传遍修仙界，连隐世多年的大成老怪物都纷纷现身，前往蜀山外的山脉静坐，只求能观摩你正道大地的过程。而你并未受外界干扰，带着小白狐返回锁妖塔，准备冲击大地境界的最后一关——天地劫。大地劫与寻常渡劫境的天劫不同，它并非雷劫，而是规则劫。天地会以自身规则考验正道者，若无法在劫中守住自身道统，轻则境界跌落，重则魂飞魄散。女帝传承中记载，当年她渡大地劫时，曾引动9条天地规则锁链，耗时7日才将其炼化，最终才成就9尾天狐大帝。3日后，锁妖塔上空乌云汇聚，黑色的规则锁链从云层中探下，每一条都散发着碾压大成境的气息。赵成带着蜀山众人跪在山下，小白狐则守在你身旁，3条尾巴亮起白光，将自身灵力源源不断输送给你。放心，我会帮你挡住周围的干扰。你点点头，赤霄剑插在身前，双手结印，将自身剑道规则尽数释放。第1条规则锁链落下时，带着重力规则，你的身体瞬间被压得下沉数尺，锁妖塔的砖石都开始碎裂，你却不慌不忙，剑意化作无数利剑，顺着锁链逆流而上，将重力规则一点点融入自身剑道。我的剑可斩重力，可破束缚。第2条锁链是空间规则，周围空间开始扭曲，你的身影在原地不断闪烁，仿佛要被撕裂。你想起天狐剑典中的灵动之道，剑意骤然变得柔和，如水流般顺着空间扭曲的轨迹游走，不仅稳住身形，还趁机将空间规则化为己用。下一秒，你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云层之上，一剑斩向第3条规则锁链。就这样，你以剑为媒，将一条条天地规则炼化。到了第7日，最后1条时间规则锁链落下，周围的一切瞬间变慢，赵成等人的身影几乎静止，小白狐的灵力输送也变得迟缓。你深吸一口气，将大成境的灵力与女帝传承中的感悟尽数爆发。赤霄剑剑身亮起璀璨金光，极剑术第5层，剑定时光。剑光与时间规则锁链相撞的瞬间，整个天地仿佛停滞。你清晰地看到时间流逝的轨迹，抬手握住轨迹的刹那，
时间规则彻底融入你的剑道。当最后一条锁链消散时，乌云散去，一道金色光柱从苍穹落下，笼罩在你身上。大成境巅峰的修为开始突破，体内的剑道规则与天地规则共鸣，隐隐有了大地的雏形。恭喜你，半步大地！小白狐兴奋地扑过来，却被你周身的大地威压弹开。你抬手将它护在身前，感受着体内可影响天地的力量。还没结束，真正的大地要让整个修仙界都认可我的道。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无数钟声，昆仑、武当、峨眉等顶尖宗门的正派大钟同时响起，这是修仙界最高规格的道贺礼。紧接着，天地间响起无数修士的声音：“吾等拜见赵凡大帝。”这声音跨越山川湖海，融入天地之间，与你体内的剑道规则产生共鸣。你抬手握住赤霄剑，指向苍穹，金色剑光化作千万道，落在每一个修士面前。这不是威压，而是道则。凡被剑光触及者，修为瓶颈皆有松动。从今日起，吾以剑为臂，护佑修仙界，镇压一切邪祟。你的声音传遍天地，这一刻，天地规则彻底认可你的道统。大成境巅峰的修为轰然突破，真正踏入了传说中的大地境界。锁妖塔在大地威压下散发着金光，塔底的女帝虚影再次浮现，对着你微微颔首，随后消散。她守护万载的使命，终于在你手中完成。小白狐看着你周身流转的地道金光，尾巴又多了一条，兴奋地喊道：“以后我就是大地身边的狐仙了。”你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目光望向远方。大地之路并非终点，而是新的开始。你能感受到，在这方天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那里或许有更强的存在，或许有更神秘的规则，但你并不畏惧，因为你的剑早已能斩破一切阻碍。你的道终将映照诸天万界。